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仅仅是待在一个人身边，哪怕不说话，都感觉自己的能量正在被一丝丝抽走。你下意识地挺直背脊，斟酌着每个用词，掌心微微出汗，像一个即将上台的准备不足的演员。相反，有些人哪怕隔着千山万水，只是想起你，都会觉得内心安稳，仿佛远方有一座灯塔，光芒虽淡，却永远为你而亮。前者是一种消耗，后者是一种滋养。我们一生都在寻找后者，却常常在与前者的周旋中耗尽心力。我们跟领导、同事、朋友，甚至最亲密的爱人相处，都可能感到不舒服。那种不适感像一根微小的刺，扎在心里，看不见，拔不出，隐隐作痛。这种痛源于一种你可能从未察觉的心理状态——自我失权感。它指的是在一段关系中，你无意识地交出了定义自己、评价自己的权利，任由他人的眼光、言语，甚至一个微表情来决定你的喜怒哀爱。在讲透这件事之前，我想先与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关于一个名叫西斯托·罗德里格斯 （Sixto Rodriguez） 的男人。上世纪70年代初的底特律，空气中弥漫着工业的烟尘与反叛的音乐。在那个属于鲍勃·迪伦和滚石乐队的时代，一个名叫罗德里格斯的墨西哥裔歌手，带着他的吉他和诗歌悄然登场。他的音乐旋律迷幻，歌词如诗，充满了对社会底层的悲悯和对体制的冷峻反思。当时美国最顶尖的2位制作人曾成功打造了比尔·威瑟斯 Bill Withers 等传奇人物。他们听完罗德里格斯的歌后惊为天人，断言他将是超越鲍勃·迪伦的存在。于是他发行了2张专辑 Cold Fact 和 Coming from Reality。 这2张唱片被认为是民谣摇滚的杰作。然后他们彻底石沉大海。在美国本土，他的专辑销量惨淡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没有人讨论他，没有人记得他。传奇制作人的预言成了一个行业笑话。梦想破碎后，罗德里格斯从人们的视野中彻底消失。他回到故乡底特律，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，在建筑工地上做着最辛苦的拆迁工作。他日复一日地拆除旧屋，搬运重物，粉尘和汗水浸透了他的工装。邻居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、勤勤恳恳的工人，没人知道他曾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音乐天才。关于他的结局，坊间流传着各种离奇的谣言。最著名的一个版本是，他在一次失败的演出中于舞台上开枪自杀。故事到这里本该是一个典型的关于梦想与现实的悲剧。然而，命运的奇妙之处在于，他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写下了完全不同的篇章。南非当时正处于黑暗的种族隔离时期，一盘罗德里格斯的盗版磁带不知如何漂洋过海流落至此。他的音乐，那些关于反抗、自由和尊严的歌词，像一道闪电划破了那片压抑土地的夜空。他的歌成为了南非白人自由派青年反对种族隔离的精神国歌。他的地位被认为与滚石乐队、鲍勃·迪伦并驾齐驱，甚至更高。在没有任何宣传，歌手本人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他的专辑在南非卖出了超过50万张，达到了白金销量。家家户户都有一张他的唱片，每个年轻人都会弹唱他的歌。他成了南非一代人的精神偶像，一个谜一样的传奇。但对这一切，在底特律工地上挥汗如雨的罗德里格斯一无所知。他不知道自己在大洋彼岸是个超级巨星，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死亡了无数次。直到90年代末，他的2个南非乐迷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找到了他。当他们打通电话，颤抖地问：“请问是罗德里格斯吗？”时，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
传来平静的回答：是的。消息传回南非，举国震惊。不久后，罗德里格斯受邀前往南非举办巡回演唱会。当他背着一把旧吉他，穿着借来的礼服，走上开普敦的舞台时，台下上万名观众爆发出长达数分钟的欢呼，人们泪流满面，高喊着他的名字，像迎接一位死而复生的神。面对着迟到了30年的荣耀，面对山呼海啸般的赞美，这个在工地上劳作了半生的男人只是平静地微笑着，轻声说：谢谢你们让我活了过来。演唱会大获成功，但他没有选择留在镁光灯下，他把所有的收入都分给了家人和朋友，自己则回到了底特律那栋没有热水、没有电视的旧房子里，继续做他的体力活。他说：这份工作让我保持诚实。罗德里格斯的故事像一则现代寓言，他的人生被世界给出了2个极端的评价。在美国，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；在南非，他是个不朽的传奇。但他本人却始终游离在这2种评价之外。当世界遗忘他时，他没有活在失败者的阴影里，自怨自艾，而是选择了用双手踏实的生活。当世界拥抱他时，他没有迷失在传奇的光环中，而是选择了回归日常的平静。他从未用力走向任何一种评价，也从未让任何一种标签定义自己。这就是一种极其强大也极其稀缺的内在质量——心理主体性。所谓心理主体性，就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定海神针。它意味着你拥有定义自我价值的核心标准，这个标准稳固地建立在你的内心，而非浮动地依赖于外界的风向。你才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人，有权决定谁可以进来，什么可以留下。拥有它，你就像罗德里格斯，无论外界是狂风暴雨还是彩虹万丈，你内心的航船始终能锚定在自己的港湾里，平静而笃定。而一旦失去它，你就陷入了我们开头所说的自我失权感。你的情绪、价值甚至人格都成了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，随时可能被操控、被消耗。为什么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常常感到自己是那个被消耗、被拉扯的人？为什么我们如此轻易地就交出了自己的主体性？这背后往往有3个隐形的心理陷阱。第一个陷阱，童年回响造成的初始设定。很多人的自我失权在童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。或许你曾有过过度关注的父母，他们对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寄予厚望，你的成绩、你的言行、你的未来都被置于放大镜下检视。他们以爱为名，却让你长期处于对自身感受的忽视里。你渐渐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学会了将父母的期待当成自己的目标。第二个陷阱，恐惧驱动下的表演性人格。你是否常常害怕失去？害怕被拒绝后的尴尬，害怕被当众评价后的羞耻。为了避免这些恐惧成真，我们开始表演。你会尽可能地迎合别人，表现出他们喜欢的样子。你给人发消息，会逐字逐句地琢磨标点和语气。你不敢提出反对意见，生怕引起冲突。这种行为模式的本质是你将一件事的成败等同于你这个人的成败。方案被拒绝，不代表你能力不行，可能只是时机不对；关系没能维系，不代表你没有价值，可能只是彼此不合适。但被恐惧驱动的你，会把所有外部事件的结果都内化为对自我价值的审判。你活在一个由无数万一构成的牢笼里，为了不让万一发生，你选择了最安全的活法，戴上面具，放弃真实的自己。这份恐惧让你把心理主体性拱手让人。第3个陷阱，能量场中的无意识服从。在任何一个环境里，都存在着能量的流动。有的人能量高，有的人能量低。这种高低与人格、品德无关，它可能仅仅取决于昨晚的睡眠质量、近期的饮食健康，甚至是天生的性格特质。
一个精力充沛、表达欲强的人会自然形成一个高能量场，但很多人会在不了解背后机制的情况下，无意识地崇拜、信任那些高能量的人，自动把自己置于低位。你以为他的口若悬河是智慧，其实可能只是准备充分；你以为他的气场强大是源于实力，其实可能只是性格使然。当你盲目地将自己的判断力交给一个看似高能量的人时，你就很容易被洗脑、被操控、被销售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关系里，你总觉得自己是被引导、被说服的那一方。你失去了独立思考的阵地，自然也失去了心理主体性。那么，如何从这3个陷阱中爬出来，重建我们内心的定海神针呢？第一步，看破关系的真相，一切皆可流动。首先，要看清利益关系的本质，不要因为亏欠了别人，就永远感觉自己低人一等。人情债也好，财务债也罢，要明白，是债就能还。对帮助你的人感恩，但不是当舔狗。感恩是在他需要你时，你能提供价值，而不是无底线的服从。更要看清权力关系的真相，没有绝对的上下级，也没有永恒的强弱。权力的本质是价值交换，上位者需要下位者站队，下位者需要上位者给资源，这是一场动态的博弈。强者的心态是，我有能力掀桌子，但我选择不掀，这取决于你的段位和品德。当你看清所有关系都是流动的，你就不会再用僵化的、讨好的姿态去过度维护，你会变得从容，因为你明白你的核心支撑点是你自身的价值，而不是任何人的认可。第二步，与自卑和解，把无知当作起点。如何破除自卑与恐惧？答案是学会分析自己，然后接纳自己。不要把自卑当作缺点，要把自卑当作好奇心的起点。你之所以在某个领域自卑，只是因为你了解的不够。你对事物了解的越透彻，你就越自信。那些侃侃而谈的优雅与从容，无疑不是用经验和阅历养出来的。所以，去养自己，花时间去学习，去体验，去经历。同时，坚决地杜绝那些不断给你贴自卑标签的人，哪怕他们是你的家人或朋友。更重要的是，要敢于直面自己的无知。这份坦诚，加上但我愿意了解一切的自信，会成为一种顶级的魅力。因为你不按人性的常理出牌，在别人都畏惧权威时，你敢于平等对话；在别人都俯首称臣时，你只是旁观分析。这种空性会让你变得难以被揣摩，难以被拿捏。第三步，学会与不舒服的感受相处，向内求。即使你心态调整好了，我们依然无法避免与那些让我们痛苦的人打交道。此时，最重要的一刻是停止向外求，不要再反复询问别人：我这件衣服好看吗？我这么做对吗？你每一次的询问，都是在把评价的权利交出去，都是在邀请别人扮演你人生的评委。很多时候，是你自己给了别人操控你的可乘之机。不向外求，那我们该向何处求？答案是向内求，去跟那些不舒服的感受待在一起。当你感觉孤独、难过、焦虑时，静静地坐着，别急着找人倾诉，也别急着刷手机消遣，就去感受心里的那份痛苦，像对待一个老朋友一样。问他：嗨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等内心稍微平静，再去分析这份痛苦产生的过程，你会慢慢看见，所有这些情绪的底下，都藏着你最真实的恐惧和担忧。看见它，疗愈就开始了。当你一次次地完成这个向内求的过程，你会发现，你拥有了一颗无比强大的内心，它可以接受一切发生，也可以接受一切离开。作家马塞尔·普鲁斯特说，真正的发现之旅，不在于寻找新风景，而在于拥有新的眼睛。重建心理主体性的过程，就是给自己换一双新的眼睛。
你开始看到，好的关系从来不是靠费力拉扯的拉力，而是靠彼此价值吸引的磁力。你不再用力走向任何人，不是因为冷漠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明白，那些让你时刻消耗自己、降低自己去迎合的关系，本质上都是有毒的。你需要看破的是自己内心的无知与恐惧，也是他人无意识的表演与操控。最终，你会像那个在底特律工地上劳作的歌手罗德里格斯一样，活在自己的节奏里。外界的赞誉或诋毁不过是远处的风景，可以欣赏，却无法撼动你分毫，因为你已经找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永不离弃的内在港湾。你知道了，爱的人不用跑着去见，他会被你内心的光芒吸引。